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钳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钳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另外是资深的两岸媒体人徐和谦。钳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美伊两造在这个安理会互喷互批，说对方是海盗。包括你看到美国驻联合国的代表华尔兹他怎么讲？他说，全球关键的航道不应该成为任何国家的谈判筹码，或者是收费公路，你私设这个收费站这样是不对的。那伊朗的驻联合国代表他怎么讲？他说，我们承受了你美国跟以色列发动毫无理由大规模的侵略战争，破坏海上的安全跟航行自由，实施这一些像是海上封锁包括扣押船员等等的行为，这根本就是海盗。我们来听听看。The world's critical waterways are not bargaining chips that belong to any one country. They're too important to all of us collectively as a global community to be choked off, to be mined, to be weaponized, to be attacked like two-bit pirates. They assert the navigational rights must not be threatened, but deliberately ignore the United States' unlawful action, including the imposition of maritime blockade and its recent terrorist attack on Iran's commercial vessels, the conduct that bears the hallmarks of piracy. 好，交战国的两方呢，对对方都不假辞色。可是我们来看看这场战争到底有没有可能落幕呢？伊朗的陆军发言人是说，战争没有结束，所以他们的地面部队严阵以待，并且呢，各种的作战的装备也在全面的更新。而另外，我们看看呢，伊朗他发布了一段影片，他嘲笑美国你这么高昂的无人机根本没有用嘛。我们来看一看。The USA has the MQ-9 Reaper. It costs $30 million. No wonder they do not have health care. Well, I look the same. I fly longer and I cost way less. Over 24 hours in the air, without landing, built for long endurance missions. I carry cameras, sensors, and missiles. I find my target. I stay above it. And then I am built to strike. 好，这是伊朗方面利用 AI 做出来的宣传影片各方面的宣传战都在各种的一个发动。我们看到，包括美国在军事空中的活动还是在持续尤其在中东这个地方，您看到加油机不断的在波斯湾附近活动，到底在做什么呢？包括运输机，还有这个军事装备跟弹药，透过这些运输机从美国本土还有欧洲这些地方运往中东。包括呢，您看到以色列、沙烏地阿拉伯和吉布地都是他们的目的地，所以运送这么多的物资到底要干嘛？要重启战端吗？包括美国的侦察机也非常的活跃在东地中海、亚丁湾、赫姆兹海峡、阿曼湾的上空执行任务。所以你看到美国海军在当前的中东危机中从地中海延伸到阿拉伯海的广泛部署的姿态，现在都还在密集的这个移动或者是部署当中。所以你说战争会透过和平或者和谈这样子的管道落幕吗？很多人其实也不看好觉得呢这个任何一个 minutes 都可能会有一个更激烈的战争出来。不过我们再来看看双方除了信心，除了宣传战之外，武器也非常的重要。伊朗它有一些新的一些像是红外线的这个飞弹，可以在不被侦测到的情况下击中美国飞机。这是国家利益杂志的报道说，他们有发现了伊朗有一款红外线引导的飞弹让它有一个隐身的优势所以呢，它在飞弹启动的时候呢，不发射讯号。所以呢，美军很难侦测所以它大规模的发射飞弹来攻击美军的飞机或者是以色列的飞机。那另外我们看到呢，美国海军他们在今年初有说他们每一艘军舰都配备雷射武器的梦想可能成真了我们请导播让我们看看这个画面，这是美国的高层讲的，他们将雷射武器部署在航母上这个是他们的梦想，可是现在有一些明显的挑战，包括海上，因为环境的水汽啦、盐雾啦、尘埃还有温度的变化可以
会造成雷射光束弯曲扩散或者是能量衰减。所以呢，再强大的雷射武器都需要照射目标时间哦。所以美国希望更精进他们的武器的战斗力，可是有一些条件，有一些环境条件还需要克服。来，先请教将军。美军川普现在确实是处在一个很尴尬一个场面他想要跟伊朗谈，但是我们看到伊朗打他耳光，不跟他谈。那他想要战，你知道美军现在的兵力是被这个拘束到了，他没办法在中东地区用兵。可能各位观众会觉得奇怪，我们现在这边不是讲的都美军一直往这边，不管是各种运输机 C-17大量的运输往中东地区集结兵力，然后3艘航空母舰也即将到达定位可是有一艘这个2栖攻击舰，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走了快1个月还没赶到阿拉伯海地区还没到达中东地区，哪一艘呢？全狮号这个原来美国，我记得在这个上个月底的时候，美国还在那边这个大的吹嘘，他的全狮号带着陆战队的2栖特遣队从美国的本土正在赶赴阿曼地区，但是没想到这艘全狮号，各位可以看一下，它现在位置在什么地方？在关岛它居然不动了，在那边停在那边1个礼拜的时间都不动了。那为什么不动呢？是有台风吗？还是在那边救灾？其实都不是我认为就是这一盘是世界一场大局啦。这个中国大陆现在正在这个南海地区实施军演，主要是针对美日菲的肩并肩军演。但是中国这次集结的兵力非常的大，总共光南海地区就14艘的各型战舰，其中领军的就是这个辽宁号。除了辽宁号，更让人家担心的，它还带着075还有071、072等这几型的2栖登陆舰。所以说，那这个舰队随时可以在东亚地区任何一个地方实施2栖登陆作战。那美国现在在中东地区有没有部队？在亚洲地区是没有部队的。它原来部署在冲绳的第31特遣队，也就是迪利波里号所带的那些官兵，现在已经到达这个中东地区去了，到达阿曼湾的外海。那整个亚洲地区目前是空虚的。那面对中国这种情形、这种态势摆在这个地方，那他不得不有一个预备队在这边担任介护担任应变。万一这个地方真的是解放军在某一个岛上面实施2栖登陆，我不是指我们台湾啦，有可能是譬如说日本啦，或者是这个台湾啦，或者菲律宾，因为军人判断事情一定要料敌从宽嘛，你怎么知道他这时候不会做这种动作？万一他真的做的话，那你要有应变的能力你要有嚇阻的能力。所以我认为全狮号现在是在那个地方担任这种角色，他在待命。可是在等于预备队，万一这边真的有战况的话，他有兵力可以投入。那在这种状况下，你看看这个全狮号就没有办法赶到中东地区去。所以我说，美国你的兵力现在已经被分割开来，你没办法集中兵力。如果说这艘全狮号到不了的话，你就没办法遂行所谓的这个地面作战。当你没办法遂行地面作战的话，你整个作战态势已经就陷于不利的状况那为什么美军现在还在这边一直往中东地区？我们看到他不管运弹药啦，或者是说这个飞机啦，或者军舰往这边集中。你知道我们军中打脱离战斗有一种必须要做一个动作。我们如果说跟敌人接触之后，我们要转移要跑掉的话，要怎么？有一种战法叫被迫脱离。什么叫被迫脱离呢？顾名思义嘛，就是敌人追着你屁股后面打，你枪一拿，对不对？转身就跑，这叫被迫脱离。另外一种叫做主动脱离就是我一个佯攻过去以后，然后让你以为说我要反过来对你进攻，让你躲在碉堡里面，躲在坑道里面，这时候我再起身跑掉。那脱离战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不管你主动脱离或被动脱离，你一定要有掩护部队在这个地方掩护主力脱离。这掩护部队，这就是我们前2天讨论很热烈的4行仓库800壮士，他就是掩护主力脱离，他在那个地方死守，准备死在那个地方。但是还好，后来因为国际干涉，让这个800壮士能够安全脱身。但是我认为美军现在在中东地区，它的运输机或干什么，很可能是为了它要能够转身这个脱离作战，然后做了一个这种放了一个烟幕弹让伊朗以为说，他可能会采取攻势干什么，让他继续留在这个原地，那不要对美军的在中东地区的基地在这个大加攻击。那另外对全世界来讲的话，美国也可以做一个动作，就比方说我并没有解除这场战争，我对中东地区还是随时军事的动作还是我的选项。所以我认为说这次美军在这个地方各型的运输机在这边动作，那只是放一个烟幕弹。第一个是骗这个全世界说我没有放弃
这个军事的选项，另外也想说持续给伊朗施压，让他可以愿意再重新回到谈判桌上面来谈判。但是美军有没有能力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轰炸？我觉得已经没有能力了，尤其是地面作战根本就更没有能力。你从大陆这个动作哈，你就看得出来，美国全世界已经被牵制在里面。尤其是更吊诡的事情是，这一次这个美日菲的肩并肩演习，我们看到虽然说只有中国的舰队在这个地方哈，但是前2天啊，上个礼拜居然发现有两批的俄罗斯的舰队从我们这个伊朗外海的与那国岛那边通过，而且其中有一艘，这个前面那艘是大陆解放军的包头舰哈，这个052DL 的那艘哈舷号133，从这个与西水道与那国跟西表岛中间穿过，结果没想到这艘军舰穿过去，不晓得是巧合还是故意的，结果后面居然有2批军舰是俄罗斯的舰队，其中有一艘的军舰居然是基洛级的潜舰哦，那威吓性非常大的。它基洛级那艘潜舰不是潜在水里面，它浮上来从上面给你穿过去，那代表什么？就代表美军你在那个地方不要动哦，你不要以为我俄罗斯会没有动作。那我们都知道，中俄2国一定是挺伊朗，他会不会借这个动作来牵制住美军，让他没办法在中东地区投入部队？是，所以除了中东地区有战争之外，我们看到呢，大国它的布局是全面性的，牵一发动全身。来请教彬哥，双方现在都指责对方是海盗。都讲得对，都是。那讲完呢又怎么样？这个也没什么用。那现在大家在等待的是这个和谈到底有没有办法继续进行下去，有没有个结果出来？可是看起来短期之内恐怕还是不会有什么结果，大家还是僵持在这个地方。那现在就是双方都在等，看局势是不是能够转变到自己最好、对自己最有利的一个状况。那伊朗看起来是老神在在，他反正正在修补内部，然后他也觉得美国没有办法在中东长期跟我耗下去，那接下来就要看美国的耐力，美国是不是有办法去这样耗下去。那当然，伊朗现在开始了很多宣传战，尤其现在 AI 发达之后，他做了一大堆的这种 AI 影片，就不断的消遣美国。那至于说沙赫德149的能耐到底有没有跟 MQ9 一样，其实根本不重要。为什么？因为第一个，它价钱一定是比较便宜。那至于说它能不能达到像 MQ9 这些精准的侦测跟打击，其实也还好，因为反正我比你便宜，我消耗得起。他现在就是在跟美国在玩这一场游戏。可是这整个局势现在看起来对美国是非常不利。为什么不利呢？大家自己去看，光看那个地图，美军现在在中东附近散布在数百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上面，它其实是很分散的。虽然看起来好像他的军队一直在这边巡弋啊，然后再补充这些弹药跟相关资源的，可是其实它也是非常分散的。如果你把它相比于当年他去攻打伊拉克的话，他现在的兵力是远远不如当年。所以在这种状况下，美国现在即使双方谈崩了，他能够对伊朗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威吓？恐怕顶多也就是再轰炸一下，你也不太可能以现在的兵力不可能派地面部队进去。那在这种状况下，伊朗大概也觉得有恃无恐，反正我现在躲的地方你根本就炸不到，你过去用了1万次以上的空袭都没有办法解决我，将来也很难再解决。所以这个对美国来讲是非常糟糕的。而且从俄乌战争到加沙走廊到这一次的美伊战争，你会发觉每一次只要一有战争的时候，武器都会快速进步。其实伊朗过去就从俄乌战争那边吸收到了很多关于无人机改造啊、导弹啊，然后避免对方干扰的这样的一些资讯，然后去改进他们的武器。那他自己经过跟美国这一轮打击之后，他又学到了很多在战场上应用的方式。所以如果美国还要再去空袭伊朗一次的话，伊朗会变得更耐打也更难打。所以这就是对美国来讲非常非常麻烦的。那美国现在想说，你有新的武器，难道我没有吗？那我也把雷射武器调进来。可是这是唬人的啦，为什么？因为雷射武器到现在为止，在美军它没有实战化。为什么？因为他们过去做过很多年的实验，但是就是有很多问题是克服不了。你在大气层内，你就是有下雨也不行，起雾也不行，有灰尘也不行，那甚至各种天候状况一出来，你就没办法。而且雷射因为它是能量武器，你必须要给它时间集中能量，集中能量它才有办法发挥效果。而且它打完之后，它要重新再 recharge，
再累积能量，那又是一段时间了。所以雷射武器如果真的这么好用，日本也在研发，中国大陆也在研发，其实好几个国家都在研发。那为什么到现在没有实战？就是因为它在实战上其实起不了太大的作用。所以我觉得现在美国如果被迫拿雷射武器出来，那当然是想要针对无人机这些东西，看是不是能够用比较便宜的方式去对抗。可是没有用的，因为你很多的限制会造成敌方就比如说我专门趁下雨天来打你，请问你怎么办？是，对啊，那中东那个地方很多沙尘暴啊，一大堆空气品质也不是很干净，对啊，所以你到底要怎么使用这个武器？所以我觉得美国拿出这个东西来，反而是让人家觉得他好像已经接近束手无策，有点黔驴技穷的感觉了。来，我们请教何谦。是这个，昨天在安理会啊，针对海运安全的辩论啊，其实国际海事组织给了一个数据，我想令人非常的担忧啊。他说，目前啊，战争爆发现在已经2个月了，今天4月29号，他说目前仍然有2万名的海员跟将近2000艘的船舶仍然被困在这个波斯湾内。那这个国际海事组织的秘书长呢，他也强烈呼吁说，依照联合国的海洋法公约以及整个国际习惯法，所有用于这个国际航行的海峡都不得被关闭。任何的国家，如果你要去收通行费或者进行一些歧视性的措施，那也都会偏离这个全球危害这个全球航运体系的稳定。但其实呢，这个现在等于说有关的国家不只是伊朗，不只是这个沙特跟阿曼，甚至其他拥有重要水道的国家也都开始在想，那我怎么样？如果当我的海运这个海峡变得这么有价值，当它现在被视为一个全球地缘战略的咽喉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办？所以上个星期啊，这个印尼的财长他就突然说了一句真心话，大冒险，他说：如果我们印尼这么重要的话，我们为什么不对我们所管理的这个马六甲海峡来收费呢？虽然仅仅1天不到啊，他就把这个言论给收回了，但其实我们可以去看到，当伊朗跟美国这场战争开启了这个潘朵拉的盒子之后，其实很多的国家都会想要去武器化甚至是让它的所控有的这个咽喉要道，不管是海上的或者陆地的都变得更有价值。那所以了，这个在过去几天啊，我们看到伊朗的外长阿拉格齐非常忙碌他先是飞到了伊斯兰堡，先飞到了巴基斯坦，然后呢又穿梭于各地，先去了阿曼，然后又去了俄罗斯去见普京，那不断的都是在传递各种的信息啊。那我们现在传出他现在提出一个方案，就是说是不是能够跟美国先把这个海峡打开，下一步我们再去谈核裁军的问题，或者伊朗的这个核能力的问题。但川普好像不是很买单，川普好像认为说，如果我就先按照伊朗的诉求，先把海峡打开，然后下一步再去慢慢的跟你谈，那你是不是这个我就没有钳制你的筹码了，我就没有因为大家就要宣布停战嘛。第二，他好像变成说，我们又取得一个非常明了的战果，没有办法向美国国内来交代。是没有错。我们看到荷姆斯海峡现在已经被武器化了，活生生被2个国家给控制，包括伊朗，包括美国。我们看到川普总统怎么说？他说：“我要长期封锁它呀，因为他现在已经判定了伊朗他在假谈判，他认为他们不是真心的所以他已经指示幕僚做出长期封锁伊朗港口的准备。而另外，我们看到一些外交的学者都说了因为伊朗自己已经在研判说自己已经撑过了封锁，而且被轰炸，所以呢，他认为自己的承受力大于美国。的确，美国现在能源危机扩大，甚至它还有其中选举呢，还有全球经济衰退的风险。所以谁比较能够承担这个重击呢？看起来美国很难度过这些重击。不过我们来看看呢，川普他自己又自说自话了，我甚至已经没有办法分辨他这个讯息是真的是假的，从哪里来的？他说伊朗政府已经跟我联络了啦，他们伊朗已经陷入了崩溃状态就是讲的伊朗政府，所以德黑兰当局有请求我美军赶快重启荷姆斯海峡，而且打算在彻底解决内部领导阶层的危机的同时，暂时交出该海域的控制权。如果是这样，不就很好了吗？也不用谈判了呀，直接就可以接收了，不是吗？可是看起来事实并非川普说的那样。我们看到伊朗的革命卫队说，他们已经永久的管理荷姆兹了，包括你现在船只刚刚何谦也讲了，大规模的船只、大规模的海员，超过2万名在这里呀，你要过，留下你的通行费。
那还有呢，你要遵守伊方的规则，并且使用波斯语通讯哦，这个很像通关密码一样。如果你不会讲这个话哦，你别想通过。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这个是一个大事件哦。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在4月28号宣布了，它要正式退出 OPEC 还有 OPEC Plus 联盟哦，这个是震撼了市场哦。因为这个石油输出国组织，他们已经运作了很久哦，而且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已经有60年的成员资格了。那我们看到阿联酋的能源部长是这样讲，他说退出啊是符合长期战略跟经济利益的纯政策决定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包括阿联酋的总统顾问都说，没有想到波斯湾的盟友对于伊朗的态度如此的软弱哦。所以呢，他们退出之后呢，要启动原油出口的 B 计划，买家你绕道来提货，因为现在这个赫姆兹已经被封锁了嘛，根本过不去哦，所以他们就把原本在赫姆兹海峡内的提货港口改在阿曼湾沿岸这一些这个所谓的富查伊拉港这些地方来装运哈。那另外我们看到呢，市场上、媒体上也不断的在讨论说，阿联为何要退出 OPEC？ 退出之后会怎么样？为何路透社直指这是川普的一大胜利呢？我们等一下会请这个来宾来帮我们解析哦，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事件。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制裁这个扩大对伊朗施压这个美国跟中国大陆有一些叠对叠，包括因为美军封港石油出口受阻嘛，这是现况，所以伊朗也在找新的管道。他怎么找呢？这个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他们要重新启用过去废弃储油设施的荒废场地，然后用临时的容器来储存他们的原油，然后试图透过铁路，也就是陆路的方式，把原油运到中国大陆去。因为大家知道，它这个油不断的产出，可是运不出去啊，所以没有地方摆。然后现在可能会透过铁路的方式运到中国大陆去，这可行吗？那另外，美国财政部现在不断的在侦查中国大陆内部的一个炼油的一个情形，他们就说要注意中国大陆主要在山东这个地方独立的茶壶炼油厂相关的制裁风险，因为他们认为这些炼油厂继续在进口还有提炼伊朗原油他们在做这样子的事情，这是来自于美国方面的财政部的警告。而另外呢，川普有说，他说伊朗的输油管可能在几天内爆炸，北京的角色也没有那么重要啦。他说你们不要把中国想得太重要了中国对于伊朗的支持微乎其微，不用担心。来，先请教彬哥。川普如果真的做长期封锁荷姆斯的打算，那他自己就必须要去承担这个全球经济的损失跟国内的通膨这些增加在他身上与日俱增的压力，而且国际给他的压力会越来越大，所以川普能够撑得住吗？川普向来好像不是属于那种耐力型的政治人物，好像他是属于速战速决型的，所以他是不是能够坚持这么久，我是有点怀疑。那就看他有没有这么厉害。但是我一直在说，他可不可以减少一点在这个网络上面自吹自擂，然后就每天在发这些真真假假的消息。你说伊朗已经陷入崩溃状态，然后请求他美军恢复开放荷姆斯海峡，伊朗怎么可能会这样讲？这个想也知道不可能的事嘛。他如果已经进入崩溃状态，那应该是跟你投降啊。对呀，对啊，那这到底怎么回事呢？那当然，这个伊朗宣称说他有荷姆斯海峡绝对控制权，什么每一个通行都要用波斯语跟他讲话，我觉得这当然也是有点过头了。那反正双方都在吹嘛，但是问题是，事实就是你现在没有办法吃掉伊朗，你还是让伊朗对荷姆斯海峡有一定程度的控制，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最麻烦的问题。那这样时间一久之后，美国在中东这些盟友对美国的信心当然会动摇。那你看现在这个阿联酋，就是我们叫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就要退出了，他已经宣布要退出了。他退出干什么？就是以后他不用再受到 OPEC 的限制，因为他现在是第三大的输出国嘛，他想要增加他的产量，他觉得不要再去管你们对我的这些限制。他过去一直在跟沙特阿拉伯吵这个事情，那沙特阿拉伯一直就是压着他。那现在刚好
中东这个乱局出现，他可能觉得他要采取对自己最有利的做法，所以他现在就直接说他要退出了。那他退出，川普很高兴啊，因为川普一直觉得 OPEC 对油价的控制让美国获得不到利益，他非常不爽。然后他认为油价应该要再更便宜一点。那现在这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愿意这样搞，那对川普来讲绝对是好消息。可是这样子问题还是没解决啊！你就算绕到富查伊拉这边去，你出来的量还是远远不如过去。所以这到底要怎么解决呢？所以我觉得这个荷姆斯海峡一日不打开哦，全球经济会陷入混乱，川普绝对不会有好日子过。那至于说现在要伊朗打算用陆路的、用货运的方式，用火车去运到中国大陆去解除这个封锁，基本上不太可能的，因为火车一般都在3000到1万吨左右，那这个大一点的最长的那种大概可以到2万吨。那问题是大型邮轮随便都是几十万吨，这个差距太大了。它一个邮轮它能够载运的量实在是比专列多太多了，所以这个看起来不太可行了。而且火车你一路要经过这么多的国家，其实也会面临到很多的问题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恐怕只是象征性的，你顶多是少量的。那川普当然又在恐吓了，又说我会把你的油管炸掉，怎么样？那如果川普重新再起攻击，然后他如果去炸了伊朗的油管，那只会得到一个报复，就是什么？就是伊朗会回去炸中东这些国家的油管，那大家都不要用油。那川普觉得这样有比较好吗？你过去美军你看轰炸1万多次，他为什么都不去炸这些东西？因为他也知道炸了之后麻烦会更大。所以我觉得川普现在在恐吓，都在恐吓一些不着边际的，然后对方听了也不会怕。那你自己也知道自己根本不可能真的会去做，所以我就不懂川普在那边讲这些到底有什么意义。有的时候你话讲的太多，反而会让人家觉得你真的是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你不知道该做什么，所以才会一直不断的在那边胡说八道。来请教何谦。是，这个伊朗这一次啊，其实它攻击周边海湾国家受创最重的邻国，其实就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那一方面，当然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传统上跟伊朗有一点主权领土的纠纷，在那个狭窄的霍尔木兹水道上，其实有2个岛，大通布岛跟小通布岛，其实两方都有主权声索。那从这个阿联酋1971年独立以来，这2个岛实质上是被这个伊朗给控制着啊。那其实在伊朗1979年伊斯兰革命成功以前，就两国就已经有这样领土纠纷。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是2020年，就 Trump 第一个任期的时候的最后一年啊，这个当时大家还记得嘛 ？Trump 的女婿 Kushner 代表川普政府在中东一直推销所谓的亚伯拉罕协议，呼吁整个中东国家尽快的跟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建立邦交。那在整个阿拉伯世界迈出第一个大步的，就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以色列跟阿联酋在2020年就建交了。那最近这2天呢，又有独家新闻爆出来说，实际上为了应付伊朗的攻击，伊朗迄今呢已经对这个阿联酋据报打了500多枚的导弹，加上2000多架次的无人机攻击。所以以色列就把他的国家引以为傲的这个铁穹防空系统输出到跟部署到这个阿联酋去。那这也是史上第一次，以色列第一次正式向外国部署这个他们国家自己的这个防空系统。之前乌克兰这个总统泽连斯基啊，其实曾经去跟以色列要过很多次，但是呢，以色列都没有同意给，反而是这一次他算准了机会，第一次把他的这个武器跟技术人员都部署到阿联酋去。所以其实阿联酋在这个事情上，他就一直抱怨了他的这个总统的一个外交顾问，他就加什，他就说这次战争让我们感受到看清楚谁才是真正的朋友。虽然从1971年独立以来，阿联酋自己认为是整个阿拉伯世界中的可能是老2吧，老大大家都公认是沙特嘛。那他们作为老2，其实也是雄心勃勃啊。大家看到阿布扎比，大家看到杜拜，其实这过去20-30年间都不断的在做所谓的产业多元化。一方面他们输出油气赚取大量财富，但同时他们也没有光靠吃这个老本，他们也要发展多元的就包括人工 AI 啊，包括这个金融啊，包括航运啊，包括物流等等，他们都希望把自己打造成所谓中东地区的新加坡啊，让它变成一个这个产业运筹的一个中心。但恰恰是这一场战争，把过去他们所自豪、所建立的说，我们阿联酋是一个世俗的、开放的、与世界连接的一个新中东高地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形象，给彻底的
不能说彻底的击碎，但至少蒙上了一个重重的阴影，因为大家都非常担心啊，它这个你这个地方是不是不再安全？这个地方是不是会动辄像加萨，会动辄像叙利亚一样，随时陷入战争与纷乱？所以其实我们看到阿联酋区做出很多的努力啊。我上个礼拜才从阿联酋，才从这个我有看到迪拜刚刚转机，你的脸书对，那他们其实每天的机场都会发布通报，就告诉大家说我们机场今天的航班起降的情况是怎么样，然后然后也不断的 assure， 不断的去这个说服旅客啊，重新能够来我们这个地方过境也好，转机也好，或者造访也好，其实他们做很多的努力，希望去维持这个局势的稳定。但是呢，如果这个战争没有办法真正止息到，我们也看到阿联酋它的这个原本在战前啊，它的这个油产量大概每天有360万桶啊的一个产能，但是在3月份我们就看到它大减了44%，那它的整个产能能不能顺利的这个恢复啊，其实也受到国际上很大的质疑。那我们看到它这一次退出欧佩克啊，其实另外一层的含义就是说，他不愿意再听沙特的话了。当然，过去沙特跟阿联酋本身在地区内部既有合作，也有许多的竞争，但这一次可以说双方是真正公开有一点撕破脸，阿联酋决定想要走自己的路。那这个所谓的走自己路，下一步可能会怎么走呢？我们可以看到，它一方面跟这个以色列这个有越来越明显的台面化的这个军事跟情报的合作关系，但与此同时呢，它跟中国大陆其实也维持得蛮好的啊，就是说它去年还采购了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采购了中国大陆出产的这个教练机，也象征的这个阿联酋跟中国大陆的军事安全的合作的深化进入了一个深水区。当然啦，在上个礼拜啊，应该说在本月初，在4月初的时候，其实阿联酋、巴林还有这个沙特等等的海湾地区国家，他们其实提出一个方案，希望安理会去授权任何举措能够去打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水道的封锁，但这个提案呢，就被中国跟大陆跟俄罗斯两强啊，这个在两个强人理事国在安理会罕见的行使否决权，把它否决掉了。但大陆理由是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只是整个中东乱局的外溢客观的结果啊，如果没有去这个解决这个乱局的根源，没有去让美伊之间美以伊真正的停火的话，只是授权用武装力量或任何方式去打开海峡封锁的僵局，只会进一步加剧这个战争的恶化。所以这个阿联酋卡在中间也真的是蛮困难的。对，所以他做了他的决定。来，我说明一下，这个阿联酋为什么要退出 OPEC？是这个在1967年之前，其实那时候 OPEC 还没有成立。中东各产油国是各产各的，各卖各的，所以就变成内卷。那大家为了竞争，我就拼命挖，然后挖了我价格这个内卷，互相降价来求售哈。所以就一桶那时候大概听说只有剩下30-40块美金，大家都赚不到钱。在这种状况下，大家说好吧，那我们大家来这个成立一个 OPEC 组织，大家来分配，说是哪一个国家你能够产多少或卖多少哈，大家来做一个分配，这样的话让油价可以维持在以现在来讲大概60-70块，那这样大家都有钱赚。本来 OPEC 组织是这种情形。但是这个 OPEC 组织的老大是谁？是沙特，因为它产油最大的国家。大家要注意到这些国家产油国，你发现他们都在中东地区。那这个底下的油到底是属于谁的？这个底下油不会去跟你画国界啊，说这个是阿联酋的油，这是沙特油，不会啊，谁挖了就是谁的油啊。这个油可能会你这边抽光以后，从另外一个国家这个流过来。所以当然每一个国家都希望说是我能够多抽一点，我能够多卖一点哈。但是沙特说不行。我们都要这个按照这个规矩来，不然的话大家这个内卷的话，大家都赚不到钱，都亏本。但阿联酋最近是什么呢？他投资了1500亿美金让他的产油设施，就像刚才这个我们这个讲的一样但现在他每天产量大概360万桶，但是他投入了这1500亿美金之后，他可以增加到500多万桶增加到500多万，那我买那么多东西，我当然要跟沙特那边协调，那你要分配我这个。扣打要多一点嘛，我已经买了那么多装备，但是沙特不同意，他说不行，这个都不要谈，你就是360万桶，也不能增加。那阿联酋一生气之下就退出了。退出当然，我跟你讲，其实我想全世界各国应该不只是川普的胜利了我觉得我们台湾可能是不是因此这个油价可以降低，因为他们各国开始会不会就这个开始各卖各的，这各定各的油价那产量它就不受限制，它产量一多，当然油价就可能会下来。那我觉得这是最主要一个原因，因为他觉得我可以卖到500万桶，一天可以卖500万桶，为什么你限制我只能卖360万桶？还有一个最重要是底下那些油，大家流来流去，如果能够这个抽更多，我当然就能够卖更多，因为地底下那个油区它是没有办法去划分国界的。
但是我觉得川普这次说是胜利，是因为油价可以降来，因为现在川普最担心的是因为荷姆兹海峡的封锁，造成美国自己国内的通货膨胀，还有能源价格的高涨。那如果说阿联酋来这么一招哈，是不是让美国自己的通膨没那么严重？那这个油价也可以稍微降一点，所以减轻川普在这方面的压力。是我们来看看伊朗的国防部副部长，他参加了上海经合会上海合作组织的一个会议的时候，讲了一些话。他说，现在美国已经没有能力对别的国家指手画脚了，所以呢，他会跟他的盟邦来分享击败美国的经验。他认为他已经击败美国了他说，华府最终将会接受自己必须放弃非法而且不合理要求的现实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状况是，伊朗说自己胜利了，美国某种程度也讲自己胜利了。可是呢，我们看到中国大陆他在上合会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国防会议里头，他讲了一番话感觉上中国大陆好像要承担大国的责任了。他说，现在我们应该共同的捍卫公平正义，协力推动完善安全的治理感觉要出来做老大哥了。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中美两大国在联合国吵架了，为了钱，因为美国要求中国你多分担经费，可是北京说你们欠的钱先缴清吧我们看到其实美国屡次啦从川普1.0到现在，他有很多会费他都不缴所以呢，这个中国大陆的代表就说你要把拖欠的会费直接赶快交出来如果你把拖欠会费作为调整会费的施压手段，这个事情是不可取的要尽快补足你该欠的、你该还的钱。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呢，菲律宾的国防部长也讲话了因为他们才刚刚跟美国、日本肩并肩的一个军演嘛，他就说我不担心美军在印太核阻力减弱，可是呢要注意，中国大陆会趁虚而入。这是菲律宾的国防部长说的话。那另外呢，共军在南部战区在南海的海域巡航并且说你菲律宾搅局南海这个就是肩并肩的军演的时候，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在昨天南部战区宣布在这个地方进行例行的巡航，同时批评菲律宾拉拢域外的国家，联合巡航是破坏地区的和平稳定。那你看到呢，中国大陆的军事观察员魏东旭他讲中国大陆解放军的055大区可以装50枚鹰击导弹。那另外呢，武力的展示到这个阶段呢，包括美国它的金琼计划呢，这个是来自于美国国防部飞弹防御与威慑政策的助理部长，他说这个超高音速的武器中国大陆现在发展的非常厉害，所以呢，今天美国必须要对这个部分来做一个所谓的防御所以他要砸5.8兆来造这个金琼那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造船业某种程度现在几乎是全球第一了那我们看到解放军的泰州号现在改造成新世代的战舰彻底的把他们的国产化再造的能力给展示出来了，而包括他们还会为别的国家造船。过去我们大家知道韩国的造船业很厉害，可是韩国的企业反而去找中国大陆的造船厂来做一个运输船，这个运输船非常的大这来自于这个韩国 HMM 的航运建造打造帮他们打造这个，它可以载高达我们看到10800辆汽车就是你在运输这个，尤其是电动车所以你看到企业有这样的需求，中国大陆就可以造出这样子的一个运输船。来，我们先请教彬哥。这个美国无力对别国指手画脚吗？应该还没有到这个地步了。那他有被伊朗击败了吗？我觉得也没有，但是至少伊朗让他陷入一个很尴尬的状况。至少美国在这场战争还没有取得川普所宣称的胜利，我想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光是伊朗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成就，就已经超出战前所有人的预期。所以我觉得伊朗当然可以比较自豪的去说，那但是他能够去就是拖住美国，搞得现在这个不上不下的局面，也是占了一个特殊的地利之便。
那其他国家也没有办法去仿效他的经验，所以我觉得这个其他国家他也很难跟他学习什么东西啊。那当然，现在对中国大陆来说，他关心，但是也没有很积极介入这个谈判，就是谈判还是主要是你美国跟伊朗自己去谈。那美国对中国大陆如果要用言语的攻击的话，中国当然也是反唇相讥，所以他就打美国这个痛点，说你会费赶快缴一缴。那今年因为去年的那个2025的会费，中国大陆已经缴完了，所以他讲话就比较大声。其实大陆以前有的时候他在不满联合国一些状态的时候，他也会拖欠一下会费。不过美国是拖欠非常多，美国已经欠下30多亿美金了。那我看川普任内他应该是不会还，我觉得，所以大概这就继续扯皮吧。那导致菲律宾这个国防部长讲话，我觉得很妙。他说：“我不担心美军在印太核主力减弱，但中国恐趁虚而入。”那你不就担心？对啊，自我矛盾。对啊，所以你到底在讲什么？那实际上菲律宾自己心里很清楚嘛，你单靠菲律宾一个，你根本没有办法去跟中国大陆对抗。那美国现在已经把它最重要的军力都已经调到中东去，它在印太这边显然是一个相对空虚的状态，所以美国这次特别把日本拉来嘛。所以美日菲一起肩并肩演习嘛，那实际上还有其他国家，但最主要就是这3个。那日本再加进来，就有办法对付中国大陆嘛？恐怕也未必见得。南海这边毕竟离日本本土有一段距离，那对中国大陆来讲，它有地缘政治上的优势。那它的舰队数量跟它在南海长期的经营，也远远不是日本可以比的。它光是基地就比你多多少个，所以我觉得即使日本也加进来，恐怕这个菲律宾跟日本在南海也讨不到什么便宜，所以我是觉得菲律宾自己要去思考看看，以你这样的一个国力，你要跟中国大陆这样的一个大国在南海上面不断的起冲突，这个真的对菲律宾是一件好事吗？特别是菲律宾现在正是急需经济发展的时候，所以他自己要去想吧。那当然，超高音速武器现在也不是美国没有能力防，其实包括中国跟俄罗斯也没有能力防，大家都没有能力。那所以美国就欠了这一块，所以他也一直不断的在研发，那已经在做测试了。可是从测试到实战还要有很长一段历程。那美国在这一段又是向来是出奇的慢，所以他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拥有这个能力就很难说。那中国大陆这几年造船，它当然是突飞猛进，是全世界都看到，特别是最近这20年，它非常厉害。你看它以前还要从俄罗斯那边去引进现代级，那现在他已经把现代级整个改造。现代级本来是那种摇臂式的那个防空飞弹发射器，他现在已经把它改成垂直发射，然后整个都把它现代化。所以中共的造船能力是非常强的，这一点恐怕当今世界应该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比得上。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来请教何谦。是，我们先看一下上合组织啊。那当然，大家知道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大陆跟俄罗斯2个国家牵头。那现在又有越来越多的整个横跨欧亚大陆桥上的各种各样的国家，包括伊朗，包括白俄罗斯啊，包括这个印度其实也在内部，然后还有巴基斯坦啊，然后这个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等。那这一次呢，当然我们知道上合组织它并不是一个新的像华沙公约或北约那样的军事集团，就是说成员国彼此间没有互相防卫的任务，但是大家在军事防务的交流，在执法安全，在这个跨国的边境的这种巡管的协同合作，还有这个跨境打击犯罪，特别是针对这个恐怖暴力组织方面，有很多广泛的交流的联系。那所以这一次的这个国防部长会议啊，是在吉尔吉斯召开。那大陆的董军去了，那他也同这个除了参加集体的会晤之外，那也有很多双边的交流嘛。我们看到他跟俄罗斯啊、巴基斯坦、哈萨克都有一些交流。那这次我们也看到伊朗也派了一位副防长去一边打仗，那也去跟大家一起 K 修取暖。那他就特别说，就是说伊朗愿意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这个进行防卫的经验。我们毕竟是被美国这个最先进的武器啊正在攻击当中。那他当然也去跟他这些伙伴国家也去夸口，或者说也去说美国已经丧失了对其他国家指手画脚的这个能力。那伊朗算是挺住了、立住了。那当然我们看到中亚这边很热闹。那当然美国在整个太平洋上也有自己的动作。上个礼拜这个
其实是美菲的年度演习啊，叫肩并肩演习。但是日本这一次为什么大家会引起大家的关注呢？就是说日本它是第一次以这个正式的参演国的方式，派出了1400名的这个军人啊，日本自卫队的这个队员来参加的这个总员额达到17000人参与的这个多国的演习。那据了解，这也是2次大战之后日本第一次有军人重新登陆上这个菲律宾本土。那大家还记得2战的时候，日本因为曾经占领过菲律宾，那在跟美国在这个跳岛战略的这个反攻过程当中是有很多的血战啊。那对于菲律宾也留下了这个很惨痛的这个战争的印象。但是这一次呢，当然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战略在西太平洋往后退半步的时候，它其实是鼓励自己的盟友啊，包括菲律宾，包括日本，你们往前站一步，我可以退半步，我以这个防卫这个西半球、防卫美洲大陆为我的核心目标，但是我希望你们这些小伙伴，你们在我的协调，或是甚至在我的鼓舞之下啊，你们往前走一步，然后去跟崛起中的中国大陆来这个进行对抗。那当然，大陆也假以也不假颜色啊，也这个马上在吕宋岛的东边组织了这个107编队的这个派出了4艘军舰来进行一个针锋相对的一个演习，来进行反制。当然了，我们都希望身处这个区域，我们都希望大家斗而不破啊，大家比腕力、秀肌肉可以，但不要真的擦枪走火。对，演一演就好了，不要真的来。意识到了就好。我们接一下广告。好，我们最后时间交给立正杰将军。我觉得这艘这个解放军的泰州舰啊，为什么特别在这个他们77周年这个海军建军节的时候展示出来？泰州舰当初是什么到这个中国大陆为什么会买泰州舰？那是96飞弹危机的时候，那时候美军来了2艘航空母舰嘛，一艘尼米兹，一艘这个都利号，2艘航空母舰到这边来。那一艘穿过台湾海峡的时候，那时候解放军才发现说，原来这个他们没有可以对应的舰艇所以那时候紧急向俄罗斯买了这艘军舰，现代级的军舰。那这艘军舰在当时呢，可以说是航母杀手，因为它的导弹发射速度非常快日制型的导弹专门对舰攻击，所以那时候买这艘军舰就是为了对付美国的航空母舰。但是事隔多年以后居然现在还可以继续服役。那解放军将它改装就像韩冰刚刚讲的，它改装几个部分，第一个当然是雷达改装成现代的雷达，让它可以看得更远，征收的距离更长。第二个，在武器系统它也改装，后面的舰炮它把它改掉了，那前面的这个单倍式的发射架它把它改掉。单倍式发射架跟垂发系统差别在哪里？单倍式发射架，你第一发发射完以后，第二发还要再升上来，大概平均1分钟大概只能发射2到3枚的导弹。但是垂发系统1分钟可以发射20几发所以速度来讲的话，几乎是快它的10倍。所以为什么现在的军舰都用垂发的道理在这边？所以我觉得泰州号当然是很不容易了。代表我觉得解放军除了这改装之外，之前我们都知道辽宁号也是瓦良格号改装的航空母舰，但是他现在就是说从原来我只能从俄罗斯买现代级的军舰来改装，但是事隔这几年下来以后，我们大家看到大陆解放军他所展示的，他在驱逐舰方面他已经可以自己生产，包括从052D 到055甚至054护卫舰，大概都是国产的。反而我们看到俄罗斯的军舰在这几年确实是走下坡了，它不但没有能力，而且是这个生产力不要做外销了，自己自给都不足了。所以我觉得解放军这次展出这艘泰州舰，其实有一点在跟这个俄罗斯耀武扬威的气势，就是说当年你看我给你买的军舰，现在我这改装。